我倒追纪凌渊这事，起码有上万人知道。当时我刚进大学，仗着家里有钱，混了个新生代表的名号，准备上台讲话。纪凌渊作为优秀学长率先发言，分享了自己在校几年取得的成果，顺便鼓励有志于科研的学弟学妹找到兴趣方向。讲话结束，观众席掌声雷动，直接让昏昏欲睡的我原地清醒。目光落在他脸上的那一刻，我心跳加速，非常可耻的见色起意。没办法，他长得实在很对我胃口。本人学渣多年，就喜欢那种冰山挂的大学霸，看着冷，但脑子特别好用。发言的时候，冠冕堂皇的通稿张嘴就来，脑子里却一直想着怎么把他追到手。余光瞄到他马上下台，我心里那个急呀！慢着，台下整齐地咦了一声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故。纪凌渊的脚步没有停下，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已经下到了最后一节台阶。我火速想起他的名字，纪凌渊，你给我站住！他转过身来，挺拔的腰背线条让我心口发痒。我是新闻传播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一班李宪宇，待会儿一起喝杯奶茶呗。哗！观众席立刻炸开了锅。X 大是一所综合性大学，这次开学典礼，校方特意把本硕博学生都塞在同一个体育馆。台下坐着的既有学生，也有家长，草草一算，起码6000多个人。我站在台上，丝毫不管底下越来越炸的场面，以及校领导越来越尴尬的脸色。校长是我叔叔，我爸刚给学校捐了一大笔钱。我有钱，我怕谁？哎，那个季同学，你走什么呀？留个电话号码再走。我追下台，整座体育馆彻底乱成一锅粥。到底还是他跑得快，我不仅没追上人，还被路人拍照上传到校园贴吧里。又是哪个千金小姐，寂寞了想找季学长玩玩吧？嗨，这种女的见怪不怪，3天就放弃了，太虎了，我都替她丢脸。面对如潮的恶评，我甚至懒得请水军出场，明目张胆地登上自己的大号，在个人资料栏全部实名。我在骂我最凶的那条帖子下面回复道：不是3分钟热度，是一见钟情。他叫凌渊，我是宪宇，我们天生一对。还有，劳烦谁告诉我下纪凌渊的寝室号，我准备给他写情书。回帖刚发出去，就被狂轰滥炸的评论顶上热度榜第1。凌渊宪宇成为爆款词条。我私吃了一个 ID， 感谢告知，有偿回礼。想要什么我买单。对方立刻甩过来一个付款链接，是个高配版无人机。我秒付款。呵呵，对待肯配合的人，我向来很舍得。脱校园贴吧的福，我到追纪凌渊这事全校皆知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人专门开了个路透板块，取名凌渊宪宇 CP 何时凉。每日更新我倒追碰壁，被纪凌渊拒绝的2、3事。比如说，我给纪凌渊写情书这事，由于前期声势铺得好，蛮多吃瓜同学愿意帮我把情书送到他手里，这就解决了有时候纪凌渊故意躲着不见我，而我又急着把情书给他的问题。然而，这些情书的下场往往很惨，要么被纪凌渊扔进垃圾桶，要么被撕成碎片。反正隔日我往贴吧一看，总能看见自己那份五马分尸的心意。说没有被打击到是假的，我的心也是肉长的，哪怕比别人更耐造，被同一个人反复拒绝，还是会心痛。一扇不为你而开的门，反复敲，很没意思。我准备找纪凌渊摊牌，说我不打算追你了，你以后可以安心回自己寝室住。我亲手立起来的 CP 让我自己拆。冲到纪凌渊的实验室，他面朝着电脑，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，屏幕上跳动着一串整齐的代码。纪凌渊是本校计算机系的大神，他写的代码很漂亮，改 bug 的能力也是一流。虽然年轻，却参加了好几个重量级项目，被当作学校的种子选手培养。至于性格，则是理性冷静的要命。哪怕我这么大张旗鼓地折腾他，也不见他情绪有任何起伏。每次见我就摊着一张脸，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他像正常人一样吃饭社交，我丝毫不怀疑他是哪个公司开发出来的高仿真机器人。反正就是难搞，心累。纪凌渊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开场单刀直入，都是被他气的。纪凌渊敲代码的动作行云流水，丝毫没有被我干扰，我更气了，顺手拔掉了电脑的插头。晕，他居然还在我动作之前随手点了保存，丝毫不留给我让他情绪波动的机会，这还怎么追？我放弃了，你以后想干啥干啥，挫败，极其挫败。我找了张椅子坐下，突然觉得身心俱疲。纪凌渊抬了抬眼皮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我又没出息的心跳加速。刚好14天啊！
他解释道，从开学到现在刚好14天，你放弃了。季凌渊笑了，一副完全将我拿捏的样子，好像知道我的热情只能持续2个星期。我当然不服，季凌渊，这锅我不背，但凡你对我有一点反馈，我都不至于2礼拜就准备放弃。他好整以暇地看着我，随手拿出包里的笔记本电脑，屏幕亮起，他指着一张数据分析图给我看。过去的3年，你大张旗鼓追求过10个异性，持续时间最长的是2周，最短的只有半天。根据我对你行为的建模分析，你对我的兴趣最多只有15天。他将电脑合上，我甚至高估了你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神经病啊！谁会拿追星的数据建模？我自认心动的成本确实不高，但不代表不认真啊。过去3年追过的明星，好歹是真金白银砸进去，感情真挚的不能再真了。季凌渊双手抱臂，我只相信数据，人会说谎，数据不会。好，我气势汹汹地凑到他面前，我会用行动证明你的模型是一堆垃圾。季凌渊不置可否。我趁机加价，为了保证过程的公平合理，你必须保证不排斥我的靠近。略微思索了一会儿，季凌渊道：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接受你对我的一切追求。连续给季凌渊写了2个月的情书，我肚子里的墨水都要掏空了。这是他开的条件，允许我的靠近，但情书不能断，必须每天1封。听到这个要求，我当场震惊，难道是对我的报复？骚扰他的那段时间，我的确没少写小作文轰炸他，可是他不都把那些信撕了吗？联想到先前那些被碎尸的情书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写那么认真干什么？他根本不看，懒得搜肠刮肚修改措辞，干脆写点流水账，今天说天气好，明天说饭很香，敷衍的内容交上去，还是没有任何回应。我开始在纸上骂人，说什么接受我的靠近，到头来让我的日常工作量翻倍，压榨我感情，还无视我成果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谁他妈想和你纸上谈兵？我要实战，写下浓墨重彩的这句话，我的怨念直冲天际。偏偏这人经常忙得不见踪影，1个星期5天都在参加学术会议，闲下来的2天则闷头写代码。隐隐约约听周围人说起，季凌渊深受本校某大牛博导器重，大概率毕业后会去国外直博。掰着手指一算，我们只有2年时间，这点时间都不够让他爱上我。被室友拉着去酒吧凑人头，我全场兴致缺缺，酒一杯杯下肚，心情非但没有变好，反倒更郁闷了。不停有人来我们这桌搭讪，我酒后犯困，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室友一胳膊肘把我戳醒，小鱼，有帅哥，是我们系大我2届的师哥，最近刚出演了一部偶像剧男二，人很上镜，本人也确实挺帅。小鱼，廖师哥看你的眼神都能拉丝了，你真打算吊死在季凌渊身上？不然呢？室友看我的目光，仿佛在看一个顶级恋爱脑。廖师哥长得帅，情商高，体贴温柔，哪点比不过季凌渊？是啊，季凌渊脸臭难搞，性格古怪，我越骂越起劲，动不动玩失踪，逼我写小作文，借着酒劲数落他的缺点，我破口大骂他狼心狗肺，扬言一把他泡到手就立刻甩了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心碎欲绝。一群渣女鼓掌附和，我借着豪情又干了几杯酒，双颊滚烫，脚步虚浮地去找卫生间，踩到横七竖八的酒瓶，我身体一歪，倒在了沾染凉意的怀里。他不是在外室开学术会议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季凌渊垂眸看我，眼中是我不懂的情绪。站着别动，好好醒酒。被他连拉带拽地拖进学校后山，我激动的酒早醒了。结果他说完这句话，就找了个地方打开电脑，开始写代码。我们学校占地面积大得可怕，东南角是一座小山，山顶是天文台，很多情侣偷偷摸摸跑到这里看星星。不过现在已经月份了，入夜后山里水汽多，星星就不怎么能看见。没有星星也就罢了，这鬼地方居然还有蚊子，逮着我一个人啃。数不清身上被咬了多少个包，我试图用充满杀意的眼神唤醒季凌渊，让他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。然而这位计算机系的大学霸全程无视我的搔首弄姿，蚊子都比他积极，至少知道啃我一口。等到他敲完最后一行代码，我浑身上下没块好肉。酒醒了，走吧，就这。合着你听到我对你的诋毁，就只是把我拉出来醒酒？你不应该这样那样吗？这人到底是有多不解风情？季凌渊，你故意的吧？又被蚊子咬了一口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上辈子造孽，这辈子追男人。我不要当什么富家千金，干脆拿个铲子蹲这里挖野菜好了。怨念似乎完全被屏蔽。季凌渊扫了我一眼，发出一声在我听来傲慢无礼的淡音：走，我当场炸了，你有病吧？
大晚上拉我出来喂蚊子，我以为你要醋意大发，和我关系更进一步呢。果然，这家伙心里没有我。鼻子忽然一酸，果然在感情面前，谁先动心谁输。算了，我这么洒脱一个人，怎么能被男人击倒？踩着5公分的高跟鞋，迅速收拾好心情，这鬼地方1秒都不想待。脚下传来诡异的触感，我拽住纪凌渊的胳膊，一下都不敢动，我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，帮我看看。求你！纪凌渊被我的反应吓到了，他掏出手机，蹲在我脚边，把脚抬起来，他的手指很凉，碰到我腿上被蚊子咬出来的肿块，带出男人的痒意。我憋着难受，气息都带了点不稳。不，我怕，好像是蛇。你往前挪一点，对，背对着我。下一秒，我迅速扑在他背上，双手环抱他的脖子。怎么样？我演技不错吧？隐忍的嗓音传来。下来。不，我抱他抱得更紧了。凭什么下来？我在这儿喂了一晚上的蚊子，总得拿点路费吧。而且我醉了，看不清路。你背背我嘛。我厚着脸皮在他背上撒娇，贪婪地嗅着他身上清爽的味道。快走，季同学，不然我会以为你外强中干，或许是不想和我多说。纪凌渊一言不发，胸前挂着电脑包，后背背着我，脚步沉稳地沿着微弱的灯光下山。今晚没有星星，我却看到了月亮。这顿豆腐吃得很开心，直到躺回寝室，依然有种飘飘然的感觉。真不错啊，长在我帅点上，脑子聪明，体力又好，不愧是我看上的人。隔天，我瘫在寝室刷帖子。随手点进名媛县域专栏，我脸上笑开了花。这群吃瓜同学果然拍到了纪凌渊背我回寝室的照片，这会儿正鬼哭狼嚎，说纪学长惨遭花蝴蝶毒手，彻底沦陷。底下跟风点蜡烛，搭了上百楼。我不理解，被我看上是纪凌渊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怎么在这群人的描述中，我好像成了不择手段的反派？随手点了赞，手机立刻弹出几十条消息：庆庆，你成功了！季学长被你泡到手了，这个疯女人连刷10条啊，吵得我眼睛了。我回复冷静，8字刚画出去一撇，早着呢。可是为什么校园里都流传着你们在一起的传说？甩给我一张截图，某群内接龙一长串心碎表情包，哪怕隔着屏幕也能听到芳心碎了一地。按捺不住的暗爽，我道都是谣言，我们还没在一起呢。那边回过来一长串省略号。正想说点什么，庆庆噼里啪啦发过来一整屏文字，字字冒火，痛骂谣言的散播者浪费他感情和注意力。该死，怎么解释？其实那个谣言的散播者正是我。躺了一上午，老妈忽然出现，问我是不是翘课了。本想搪塞过去，却被揪着微信步数不放。一上午只走了20步，你白天满课，我记不清自己的课表，却把纪凌渊的课表背得滚瓜烂熟。不能躺，那就趁热打铁，和他关系再进一步。一路找到计算机系，纪凌渊端正地坐在前排，鼻梁上还架了一副眼镜，冷峻禁欲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心里疯狂土拨鼠尖叫，好帅！课间休息，里面居然还在讲课，大意了。身处校内知名养鱼系，确实不大理解工科专业的内卷程度。来都来了，怎么着也得泡一下他。趁着教授背过身，我猫着腰蹭到纪凌渊身边，他不为所动，专心记笔记。卷王忽然察觉自己被盯上，一抬头，教授慈祥的目光已然落在我脸上。这个问题，女同学，你回答一下，我压根不知道问题是啥。饶是我脸皮再厚，也有点绷不住，求助地看向纪凌渊，不理我。我咬了咬下唇，准备摆烂。纪同学，帮一下女朋友，这下好了，教室又炸开了锅。本以为照纪凌渊的性格，他肯定会当场澄清，说自己不认识我。而我仗着脸皮厚，大不了就撒娇抱怨他脸皮薄，化解这场尴尬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纪凌渊直接站起来，沉稳流畅地回答了问题。教授流露出赞许的目光，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学生。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飞快，这人心里应该有我的位置吧。在我的暗箱操作下，整个校园都流传着我和纪凌渊的爱情神话。屈服于我的死缠烂打糖衣炮弹攻势，纪大学霸的心房终于被我凿开了一个口子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在一起了，只有我清楚，这是我刻意散播的谣言。纪凌渊就像一开始承诺的那样，允许我的靠近，却从来不主动靠近。连庆庆都看不下去了，拍桌怒道：他在吊着你呀！小鱼，你有病吧？有钱
有言，干嘛追着男人跑？是啊，我干嘛追着纪凌渊跑？就因为那次的见色起意，搭上了我2年的大学生活。现在我大2，他大4，我们甚至连嘴都没亲过。为了迎合他的喜好，我们独处的场景要么在自习室，要么在实验室。校园贴吧里还激烈的讨论，我这只胸大无脑的花蝴蝶，在纪凌渊的影响下，终于分了1%的心思给了学习。所以纪凌渊成了我这坨烂泥的救赎了，是吗？嗦口奶茶，眼前的男人眉目深邃，气质清冷，看论文写代码时会散发黑洞般的吸引力。戳了戳面前的笔记本盖子，我好心建议，学了3个小时，让脑子放松一下。他头也不抬，继续敲代码。每次都是这样，我牺牲了自己的社交时间，却沦为他的陪读。拎着他的水壶去开水间，排队的4个小哥哥还挺绅士，非得让我第一个接。我们当场聊了起来。你们工科好辛苦啊，很卷吧？眼镜小哥，卷倒是其次，最怕智商碾压。其余3人疯狂点头。我们还在卷普通期刊，有些人已经 cover 了几大顶刊。纪凌渊认识吧？我们系神仙级人物，拿了美国 top 级院校的博士 offer， 还有一大笔奖学金，羡慕汪。纪凌渊要出国了，他要走了，他甚至没有告诉我。听说季学霸还有个白富美女朋友，要追的他。后面的话我没有听完，手里的水杯很烫，眼睛更烫。我摸了摸眼角，手心立刻湿了一大片。我把他堵在楼梯间。出国读博这件事是临时起意，还是长期规划？到底还是给了他一个台阶。我甚至希望他骗我说这个博士 offer 是个意外，他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规划好了离开。抱歉，难道是我的表情不够凄惨？他甚至懒得骗我。好，祝你顺利毕业，迟早秃顶，说最狠的话，甩最惨的脸，我的自尊心碎得一塌糊涂。跑着离开时，纪凌渊似乎想说什么，可我懒得再听。我转发了2年前那条林渊羡鱼 CP 何时凉的帖子，配文：我们凉了。没了我的自导自演，校园里安静了许多。我开始重拾自己的爱好，每天豪车换着开。这个时候，大家才意识到我多么有钱。那个李羡鱼又在招摇过市。早说了，这种白富美只是玩玩，渣女吧，刚分手就这么潇洒。这些言论一字不差地传进我左边的耳朵，又从我右边耳朵出去，掀不起一丝波澜。庆庆小心翼翼地问我：明晚8点，季学长的送别宴，听说学生会给他安排了音乐会，你去吗？不去，我要躺在家里的大浴缸做我还是没出息的食言了。手扶幻影的方向盘，调下车窗，出神看向灯光璀璨的音乐厅。里面飘出贝多芬的《致爱丽丝》，婉转的钢琴曲诉说似有似无的爱恋。据说纪凌渊很喜欢这首曲子，在他大一刚入学那会儿还上台弹过。哪怕我差他2届，也略有耳闻他当年的风采。切，这有什么？只是我的钢琴入门曲，读高中的时候被老师拉去参加比赛，当时弹的这首曲子还不小心拿奖。想象着一大堆人为纪凌渊送别，我心里一阵酸涩。毕竟是我一头热到追的男生，我很没出息的，非常舍不得。绕到我俩经常待的实验室，他的私人物品已经全部搬空，空荡荡的桌面告诉我，过去的2年只是美丽的泡沫，不戳也破。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，我正准备离开，碰见了纪凌渊的同门颜真。他非常看不惯我，很多次暗讽我配不上纪凌渊。我本来不想和他打招呼，可是颜真非要上来碰瓷。凌渊和你不一样，他有远大的前程，注定在他喜欢的领域光芒万丈。你的出现已经拖他后腿了。他本可以在大3毕业直博，成为领域新星，你害他浪费了很多时间。你自以为的真心，只是感动了自己。你很蠢，配不上他。讲真，这些话从我倒追纪凌渊开始，不停有人在我耳边重复。贴吧里有人扒过我的家底，那些黑子抹黑我爸靠坑蒙拐骗起家，用最恶毒的语言揣测我，说我爸是老骗子，而我是小骗子。接近纪凌渊是妄想高攀他家庭的人脉资源。我爸从小就教育我，别人对你的抹黑是无能者的狂怒，所以这些话我都是当笑话听。万万没想到，居然真的有人信，甚至敢当我面把黑子攻击我的话复述给我听。我没说话，你就拿我当哑巴是吗？我浅笑着看他，严小姐，我很不理解。我没嫌你穷，你凭什么骂我蠢？有时间在这儿和我耗，为什么不去找纪凌渊？你喜欢他又不敢靠近他，到底谁比较蠢？被我戳中心事，颜真冷淡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他自以为隐藏得很好，殊不知早就被我看穿。
严小姐，我真的不想和你搞雌竞。在我正式追求纪凌渊之前，你亲口说的不喜欢他。那次我正缠着纪凌渊问一道题的解法，颜真恰巧在打电话，他亲口说，我对凌渊只是崇拜，想借他的能力多发几篇论文，博更好的学校。把当时的情况复述了一遍。颜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凌渊为什么会在？是不是你干的？好家伙，这也能赖我头上？我后撤不摊手。首先，我没那么闲。其次，利用纪凌渊的人是你，即便你为了所谓的面子碰瓷我，也改变不了你接近纪凌渊动机不纯的事实。而且，你的目的也达到了，不是吗？他把珍贵的交流机会让给了你，恭喜你，终于得偿所愿哦！被我戳中痛点，颜真脸上表情之丰富，让我叹为观止。他估计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纪凌渊明知他的目的不纯，却依然愿意帮他。所以我好心提点他。纪凌渊根本不喜欢科研，然而因为背负你们这类人的希望，他不得不被动前进。你们有关心过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吗？颜真抬头看我，眼中的迷茫让我瞬间笑了出来。我不会告诉他的是，纪凌渊有很严重的焦虑症，严重的时候整夜睡不着，像个机器一样打开电脑看论文，机械地计算实验数据。这些偏执的举动源自他有一对严苛的父母。我建议纪凌渊去看心理医生，他对此非常抗拒。如果不是他要离开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强迫他接受治疗。只是现在音乐厅的灯灭了，曲终人散，我在地下停车场等他。就像我提前踩点的一样，纪凌渊掐着点出现在这里，准备开车回家。他2个月前搬离寝室，比我晚了1个月。我爸有收集豪车的癖好，据他说，每辆车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声音，比如我现在开着的这辆幻影，音响效果堪比演唱会现场。打开车门，调好音响，乐库居然自动播放了王菲的《红豆》。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音量被我调到最大，他应该是听见了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听懂。我按了2下喇叭，算最后的告别。后来，我的这段倒追经历常被朋友用来当做姐妹间聚会的笑料，因为我和纪凌渊连嘴都没亲过，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丧失了对除狗子以外的雄性生物的兴趣。为此，我的狐朋狗友经常拉我去酒吧厮混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，男人有的是，搞不定就换。干了最后一口威士忌，我大着舌头回想5年前的荒唐。其实我真的很受欢迎。当年长了个恋爱脑，才会上赶着追他，大好年华白白浪费。现在纪凌渊出现，我说不定认不出他了。计算机系的博士，最后都成了地中海，周围哄堂大笑。我醉眼朦胧，一扫全场，全是歪瓜裂枣。现在的年轻人不行啊，审美降级，颜值拉胯。不好意思，上个厕所，我拨开人群，冲到卫生间干呕。洗手的时候，才发现镜子里有张熟悉的脸。好久不见，李小姐，我的酒劲瞬间下去，靠在洗手台上，歪着头打量她。5年后的颜真，她的气质清冷了不少，穿着修身小黑裙，扑面而来一股子干练气息。我心口无端一跳，往事铺天盖地袭来，再加上醉酒，脸色肯定很不好看。好久不见，我还要赶下一场，想走，不想见他，更不想多聊。他把我拦住，凌渊回来了，要见吗？语气平平的询问，让我心口一颤。见啊，为什么不见？好像我多怂，多害怕似的。好吧，我还是怂了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，随便拦了个路人，塞给他几张票子，让他帮帮忙。我嚣张地进了颜真给我指的包厢，没有想象中的声色犬马，只有一群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。哪有人跑夜店谈生意？我的吊儿郎当和他们的正儿八经形成强烈反差。颜真朝我招了招手，我挂着标准的假笑和他打招呼，猝不及防撞上一双深沉的黑眸。纪凌渊坐在宽大的沙发上，侧着头看我。他不仅没有秃头，甚至比以前还吸引人。我的目光落在他的喉结上，那里的衬衫扣子解下了2颗，接着向下，他的腰，他的腿。我咽了咽口水，这才和他四目相对。姐妹们说的没错，当年没有强上他，是我脑子有病。玩什么纯爱？成年人的世界没有爱情，只有肉体。我凑到路人耳边说，待会儿骚一点，我有的是钱。对方心领神会，拉着我硬挤到纪凌渊身边，他拍了拍大腿，小鱼坐，就还挺上道的。故作自然地过去，我夸他真听话。刚要坐下，纪凌渊有了动作，他把旁边的人推了出去，指着身边的空位说，位置多的是，没必要挤一起。我待了2秒。5年了，狗男人变得好会。
我幻想过无数次和纪凌渊相逢的场面，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让我不适。包括纪凌渊在内的所有人都在聊工作，最新的风口、技术壁垒、团队、业务模式。最后颜真总结道，纪凌渊正在做的项目已经投入市场试水，只差最后一笔投资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我当即明白过来，拉我入局是想顺着我的关系拿到钱。毕竟在他们眼中，我除了钱一无所有，挺可笑的。我以为自己和纪凌渊还有情分在，没想到对方只把我当人脉。正好作为钱多的甲方，提点要求不过分吧？我身体往后靠了靠，是你求我，还是纪凌渊求我？你求我的话，我不一定答应哦，毕竟我们不算熟。我故意摆出一副看不起人、高高在上、大小姐的样子，成功让在座的精英们变了脸色。颜真求助的目光和纪凌渊对视，他转头对我说：“我求你，啧。”我放开了做，凭什么？钱这么难赚，你不是乞丐，我不是慈善家，没理由帮你。不过我这人对帅哥比较大方，想要我付出就得乖乖听话。说完，我还拍了拍路人的脸，乖，亲一口，姐姐把钱给你。包厢里的氛围微妙的变化，颜真等人识趣出去了。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路人帅哥的脸上，即将碰上时，一股大力袭来，纪凌渊强行把我的脸掰了过去。灼热的视线在唇边游移，莫名有种压迫感。我硬着头皮调侃：“怎么，纪伯是想卖身？”挑衅的意味很浓，羞辱的成分也有。我故意想让他难堪，然而他的回应差点让我惊掉下巴。好啊，只要你想，我任你摆布，又玩这套。5年前用那句我接受你对我的一切追求将我耍得团团转，5年后故技重施，可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恋爱脑了。握紧他的领带，用力下扯，强迫他与我平视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季学霸，你哪来的自信？凭什么觉得我会对你感兴趣？眼神暗示被我硬拉过来撑场子的路人。对方心领神会，赶紧接话：对啊对啊，平时都是我主动，哪里有让金主操心的说法？真不错。我鼓励他继续表演，他不负众望，越来越起劲。而且你看起来有点老，小鱼喜欢年轻的，撒娇卖萌，你做得到吗？我这么刻意的羞辱纪凌渊，他的情绪仍然没有很大变化，一如很多年前，无论我怎么折腾，他都是一副看破不说破的表情，好像一直以来我就是大个傻瓜，自导自演，自以为能骗他，到头来只有我入戏太深。仿佛泄了气的皮球，我顿时没了演戏的欲望。纪凌渊，没诚意就滚蛋，我没兴趣和你好。好，让你看看我的诚意。话音刚落，灼热的吻落了下来，粗暴又蛮横占据我的每一寸口腔。只是错愕了一瞬，我便反客为主，将他按在沙发上。路人帅哥识趣的离开，我们一发不可收拾，好像要把缺失的几年全部讨回来。我从来不知道，以理性克制著称的纪凌渊竟然会有这样的一面，热情主动，危险迷人，和5年前的冷漠疏离形成鲜明对比，无一不在告诉我一个赤裸裸的现实。看吧，他有求于你，所以过分热情，技术很烂，还得多学。荒唐过后，我甩下2张钞票，潇洒离去。所以说，人生的际遇真是始料未及。5年前，我还是追在纪凌渊屁股后面的舔狗；5年后，他不仅成了我的下属，每天为我打工，还千方百计在床上讨我欢心。比如现在，我只是来视察工作，不小心待晚了点，他仿佛接到什么暗示，从冗长的工作抬头，眼神真诚地问我要吗？刚开始还能以报复他为借口自我安慰，后来连我都不确定自己对他的感情到底是恨意居多，还是爱意占上风。今天的表现不错，给你涨点绩效。我继续着自我欺骗，扫了扫他的付款码，结清这夜的费用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我和纪凌渊不明不白地纠缠在一起，彼此心照不宣，谁也没有多问。唯一的问题是颜真，他对我的态度肉眼可见的变差。那天我从纪凌渊办公室出来，他抱着一摞文件路过，目光扫过我残存的唇妆，颜真脸色难看了3分。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，礼貌又克制地劝我在公司注意影响。我把他叫到办公室，当面回复了他的建议。颜小姐，你还没想明白，是纪凌渊求我帮他，我才勉强答应的。他不想，随时可以走，笑死。我现在可是纪凌渊的老板，他不想干，随时滚蛋，多的是人接盘。话虽这么说，但他给我挣的实在太多了。当时抱着随便玩玩的想法，给了他一笔初始资金，没想到最后滚出了暴利。金额之大，惊动了我爸妈。乖女儿，你已经很久没问零花钱了，而且你那张卡为什么每天都有一大笔巨款入账？爸妈怕我违法乱纪，威逼利诱，从我嘴里撬出了纪凌渊这号人物。
不对呀，这人早就自己开了公司，有运转成熟的项目，怎么会找你投资？我爸抖出了纪凌渊的履历，5年前开始，他就已经在玩弄股市，做项目赚钱。5年前，他不是出国读博了吗？纪凌渊又在骗我。我找了几个朋友帮忙查查纪凌渊过去几年到底在哪儿，结果让我大为震惊。他入学不到2个月就申请了退学，留在国内至今。直到几个月前，因为涉嫌拖欠巨额贷款，被列入失信名单。我算了算日子，刚好是他带着项目求我投资的那段时间。这一刻，我总算明白了什么叫物尽其用。看来我的确是一个合格的工具人，否则怎么解释5年后，当他深陷财务困境时，第一个想到的人居然是我？我开始谋划一场报复。掐准纪凌渊下班时间，佯装自己也刚忙完，然后故作冷漠地和他打招呼。早就对电梯动了手脚，于是我们不得不走应急通道下楼。40层的写字楼，我又穿着高跟鞋，成功让自己崴了脚。纪凌渊低头帮我揉脚踝，用无可奈何的语气说：“你呀，还是不让人省心。”他肯定想起了我故意耍赖，让他背我下山的夜晚。于是我顺理成章挂在他背上。走出公司大楼的时候，我擦了擦他汗湿的额头，用从帖子里学来的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他。你呀，怎么还像以前一样直男？他瞬间变得手足无措，连带着脸也红了。我们之间多了一丝暧昧。那次公司季度会议，我故意往5年前的穿衣风格靠拢，果不其然，纪凌渊的目光一落在我身上，就再也没移开。最后还是严针提醒，他才继续开会。纪凌渊爱上我了。他开始频繁找我聊天，问我有没有吃饭，告诉我今天降温，记得多穿点衣服。我嫌烦，没回他消息，立刻有电话打过来。在他质问我之前，我说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理由。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哪能天天想情情爱爱？我很忙，也需要工作。纪凌渊哑口无言。我开始冷落他，朋友圈时不时就晒和异性好友混酒吧的照片。纪凌渊在底下留言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家。我把手机关机，倒头就睡。然后第2天，他在酒店大厅等我，熬了一宿的眼睛早已充血通红。他说我变了，我沉默不语，继续我行我素。直到那一次，我应邀参加一个青年人才交流大会，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站在台上滔滔不绝，讲述自己的项目理念。我摇晃着高脚杯，对纪凌渊说：“那个男生不错，比当年的你聪明。”在最后的洽谈环节，我对那个男生抛出橄榄枝，顺便表达了我对他个人才华的欣赏。男生叫顾城，是凤毛麟角的天之骄子，身上有着少年人的特有热情和活力，毫不避嫌地叫我鱼鱼。我和顾城越走越近，他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亲密。直到有一天，纪凌渊当着顾城的面给了我一个告别吻。顾城的脸色用黑如锅底来形容也不为过。他连夜给我发信息，为什么？鱼鱼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会喜欢那个老男人？我忍不住笑了，故意把信息给纪凌渊看。隔天他就换上了一身显年轻的衣服。男人。顾城家里有点背景，而且从小在国外留学，养成了大少爷脾气。他开始明里暗里和纪凌渊较劲，抢客户、抢资源，明争暗斗。纪凌渊那段时间眉头就没舒展过，据说两人还打了一架。顾城是篮球队的，纪凌渊练过格斗，两人打起来，谁胜谁负不好说。隔天，顾城眉清眼肿地找我请假，毫不遮掩地疯狂 diss 纪凌渊。鱼鱼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那种人哪里配得上你？我笑而不语。听说后面顾城还找了纪凌渊对峙，当着很多人的面，一点面子不留给他。哪怕沉着冷静如纪凌渊，也终于受不了了。你口口声声说喜欢他，可是你做的是哪一件为他设身处地想过？扰乱秩序，恶意竞争，这就是你喜欢他的表现。顾城被堵得哑口无言，最后愤愤道：你们一天没结婚，就代表我还有机会。然后纪凌渊 emo 了，他想结婚了。那段时间，我直观感受到纪凌渊的焦虑。他在书房彻夜不眠地看书、敲代码，或者穿梭于客厅和阳台。没错，我虽然和他同居了，但是对他的态度一直保持微妙的疏离，分房分床，只在有需要的时候凑在一起。窥探到他的变化，我心知时机差不多成熟了。我生日那天，纪凌渊消失了半天，忙前忙后为我准备生日惊喜。现场布置得很温馨，亲戚朋友都在，播放的视频也很感人。纪凌渊说：我们已经认识10年了。在场所有人都十分配合地发出惊呼，连我都有点怅然。是啊，真的好快，已经10年了吗？
经过我这几年的调教，季林渊越来越像个正常人。好几次，我听见他一本正经地对颜真说：“你误会他了，我所做的一切是我自己心甘情愿，希望你不要错怪他。成长了，终于知道维护我了。”生日蛋糕推过来的时候，我毫不意外地吃到了结婚戒指。季林渊笨拙地问我要不要嫁给他。我接过戒指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季林渊就哭了，然后场面就开始有点失控。大家居然默认我同意了。季林渊的动作很快。当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季林渊我还没想好时，他已经定好了婚礼场地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耐心细致地陪我去试穿婚纱。当我穿着婚纱出现在他面前时，季林渊眼眶又红了。很美，他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，我头也不抬地回了句谢谢。婚礼如约举行，季林渊仿佛如释重负般，脸上终于有了笑意。他穿梭于宾客之间，接受众人的祝福。我百无聊赖中绕到休息室，碰见了颜真。前段时间他因个人原因辞职，没想到今天居然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我好像没邀请他吧？林渊，你明知道他不爱你，为什么要欺骗自己？哪怕高傲如颜真，在喜欢的人面前也是如此卑微。可想而知，到追他的那5年，多少人背地里看我笑话。颜真的出现让我再次思考一个问题：我真的愿意嫁给季林渊吗？婚礼现场布置得很漂亮，我没怎么操心，整体风格却让我非常满意。季林渊一人包揽了婚礼的琐事，我只要完成该有的仪式，就能让他安心下来。然而，当司仪问我愿不愿意嫁给季林渊时，我沉默了。沉默的时间越长，季林渊脸上的表情就越紧张。你愿意吗？他小心翼翼地问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坚定地拒绝。我不愿意。意料之中，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明显的沮丧和失落。他爱我，我无比确定。提着裙摆即将和他擦身而过，季林渊拽着我的手臂，轻声道：“别走。”司仪尴尬地处在台上，似乎还想找点话题圆场。我扯下头纱，夺过话筒，在一片骚动中发言：“谢谢各位捧场，不过我们之间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。”我火速从他的项目撤资，经济上与他划清界限，拉黑他的一切联系方式，关机，跑到太平洋某个小岛度假。我一直以为在这段感情里，自己是弱势的一方，看来并非如此。我抓住了他的把柄，可以慢下来，让他奔我而来。临走之前，我给他留言：爱情应该是坦诚的，毫无保留的。可是季林渊，你真的坦白了一切吗？你突然消失，又突然出现，你有想过我经历了怎样的猜疑和难过吗？想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想通了，再来找我。我获得了久违的宁静，一个人悠哉地享受假期。期间从朋友那里得知，季林渊好似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我才不管他去了哪儿，反正不会离我太远。假期过得很快，回国时我收到了母校的邀请，让我参加100年校庆。校园里人流如织，梧桐树叶遮盖9月末的入暑，只在校道洒下点点微光。上台致辞的学生换了好几届，依然那么年轻，正如当年的季林渊，光明盛大。颜真挽着男朋友的胳膊上台，两人作为优秀校友代表上台发言。我着实有点意外，当然也衷心祝福他找到了合适的另一半。听说了没有？优秀校友代表原定人选是季林渊，可是他好像没来。出了那种事，怎么可能会让他来？学校估计不认他了。听着旁边的同学议论纷纷，我忍不住插话：季林渊，他怎么了？5年前，季林渊风光无限地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，只要走常规路径，跟完导师的项目就能顺利毕业。不到2个月，他和导师闹掰，原因是违反规定，钻法律漏洞，大肆敛财，最丧心病狂的记录，1小时流水1000万。啊，太牛了，这不得被盯上？是啊，所以后面很多年，他几乎销声匿迹，退学、敛财，这都什么跟什么。季林渊的家境虽然不算大富，却是正统的书香门第，父母是国内顶级大学的教授，他缺钱，怎么可能？迫切想知道答案，我在台下等着颜真。季林渊消失的那5年，恐怕只有他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颜真好像早就知道我会找他，直接把我带到实验室，我当年陪读季林渊的地方。这是林渊的私人藏柜，密码他应该发你邮箱了，打开看看。堆了上百封邮件没看，一半都是季林渊发的。照着输入密码，柜门一开，信封雪崩般倒下，竟是我那2年写给他的情书。说好的每天1封，天天不重样，我咬牙坚持，写了00封。摸鱼的几天不想写，被我找各种借口蒙混过关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信封保存完好，信上的折痕却加深了许多，是被人反复摊开折叠导致的。
原来他一直有看啊，还看了很多遍。我忽然想起，我们在小山喂蚊子的那一页，好像是因为我事前在信里写了想去小山看星星。内容远不止这些，为了完成季林渊给我定的工作量，我几乎把情书当心灵树洞。小到当天的心情、爱吃的食物，大到想要的生活、梦中的婚礼，事无巨细等等。我疯狂回想，有段时间对他的怨念太深，好像写了很多不该写的话。季林渊，你有哪点好？只不过比我聪明了一点。本小姐有的是钱，只要我想，随时可以泡到比你富、比你聪明、比你性格好的汉。当时年轻气盛，确实有点大小姐脾气。不过季林渊应该不至于这么疯吧？就因为我嫌弃他穷，跑国外疯狂敛财。庆典一直持续到晚上，我突然想去小山看看。天文台一如既往落了锁，贴着闲人勿进的警示语，本以为丧幸而归，却发现闸门只是虚掩。圆顶大楼的外墙有直达顶层的楼梯，熟悉的人影靠在那儿，好像等了我很久。头顶传来嗡鸣，竟然是挂着小彩灯的无人机。你应该被列进入名单了吧？怎么还赶过来？季林渊手上的动作没有停，小彩灯一直在头灯闪啊闪。这天晚上，季林渊对我敞开心扉，我们从童年聊到现在。他告诉我，国外那段时间他的焦虑症频繁发作，有段时间药物过量，造成精神错乱。为了发泄过剩的精力，他白天跑步，晚上钻研各种财税漏洞，所以有了大肆敛财的经历。最后事态越发严重，他被强制遣送回国，接受了漫长的治疗，才终于恢复正常。至于那段深陷财务危机的新闻，其实是他伪造的。在他原先的设想中，我看到那条新闻后，会更加确信他是个需要帮助的可怜人。他想用自己的悲惨换取我多同情他一点的筹码。说到底，他只想笨拙地靠近我。万万没想到，我完全曲解了意思。对不起，小鱼。他把我揽进怀里，嘴唇贴着我的脸颊。我太自私了，想用我自以为对你好的方法赎罪。明明受伤的是你，我却老把自己当成受害者。哼哼，你知道就好。我不需要你用折磨自己的方式取悦我，我没那么变态，也不想成为罪人。双手缠上他的脖子，对着他的唇印上一吻。还有，暗恋我麻烦光明正大一点，没有我的单方面坚持。我们认识14天就结束了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原来当年季林渊也对我有意思。那时我热衷在校园贴吧给我俩拉 CP， 虽然鄙视我的居多，但也有不少支持者。这些人居然有一部分是他请来的水军。一想到我自己忙着造谣，他忙着帮我造谣，我就有种微妙的魔幻感。合着我们两位绯闻主角都乐此不疲，给彼此添料。单看网络谣言，还以为我们是心意相通、天造地设的情侣，谁会想到现实中这么别扭？之所以能被我发现这些蛛丝马迹，是因为当年他请的水军以一个无人机为报酬，贩卖了他的寝室信息，留下了罪证，最终被我挖出了这次陈年旧事。季林渊，你真是太可爱了！我笑着跳进他怀里，他低头亲吻我的发顶。时光漫漫，抚平年少的心结。幸好我们还有漫长的时间相爱。晚安。